喜欢本大爷的竟然就你一个，原作是咋完结的？该作其实是由名为骆驼的老师于2016年至2020年期间在角川集团旗下的电击文库所连载的轻小说作品，全篇共出了17卷单行本。我们2019年看的12集 TV 动画版和后来出的1小时版的 OVA 动画实际翻拍了小说的前5卷内容，对应关系如视频所示。而动画之后的第6卷其实主要是讲男主想要撮合自己打工时的同事兼同学的特镇北风，希望他和棒球部经理蒲公英成为 CP， 所以男主从中牵线搭桥，搞了很多活动。恰巧此时男主的亲姐姐大学放暑假回家，闲得无聊，于是男主的亲姐姐回来帮助了男主的青梅竹马、男主的学姐新闻部的同学、真女主三色井、暗恋男主的山茶花以及转校生杨木，搞了一大堆争夺跟男主一起看烟花权利的比赛。最后在夏日祭祭典上，男主才知道这帮妹子真的你死我活，原来幕后黑手就是自己的亲姐姐。而比赛的最终结果是男主选择了跟真女主三色井一起看烟花，并在看烟花时男主透露了初中时男主就已经很喜欢三色井了，而三色井这个外号就是男主帮女主起的。特镇北风和蒲公英也在经历过一系列事件之后，看起来也互有好感了。于是这一卷的最后，男主终于有了女朋友，而女朋友就是一直暗恋男主的山茶花和男主情敌的 CP 之一，前学生会会长樱原桃。惊不惊喜，刺不刺激？真相要到第7卷才透露。原来樱原桃和山桃花分别被不同的跟踪狂给纠缠，再加上老好人的男主因为之前在 OVA 动画里面为了逃避樱原桃学姐的追捕的时候摸了对方的胸，为了还这份人情，所以男主只好被逼得当工具人。男主给跟樱原桃交往，避免樱原桃学姐被跟踪狂骚扰，而山桃花的朋友非逼着男主跟山桃花约会，好来抓捕这个什么跟踪狂，导致男主不得不变成了一脚踏2船的状态。更搞笑的是，动画里的那个长椅成精了化身成美少女，每天夜里跑到男主的梦里骚扰男主。只不过在梦里这个长椅要跟男主结婚的时候，男主被三色井的辫子给抢跑了。牛逼。说回到现实里面，后来男主还真的就发现了老跟踪樱原桃学姐的男跟踪狂，并且男主劝这个跟踪狂赶紧停止这种行为，结果跟踪狂反过来却威胁男主，为了保护男主的安全，樱原桃不敢揭露假交往的事情，反而继续跟男主交往，以保护男主的安全。故事的最后才得知，跟踪狂其实是樱原桃的好闺蜜，女扮男装假扮出来的。男主还特地单独约了这个闺蜜，揭穿了她真实身份，而这个闺蜜特地带了一把刀想要捅死男主，幸亏男主很机智，找了 OVA 里那个情敌水管假扮自己，所以当闺蜜掏出刀的时候，水管也亮明了身份，原来在这里揭发他的是水管而不是男主。不过亚萨西的水管靠自己的人格魅力劝服了闺蜜不要再去伤害男主，同时水管也没有把闺蜜的身份告诉别人，算是解决了樱原桃的跟踪狂事件。而另一边男主也弄清楚了山桃花被跟踪的事儿全是山桃花后面的那个闺蜜团们一手策划的，目的就是为了撮合山桃花能跟男主有更多的接触机会。所有的真相大白之后，假扮情侣的事情也最终告一段落。虽然男主和水管此次有了合作，但两个人的关系依旧处于剑拔弩张的状态。而这一卷的结尾正好到了快要举办体育季的时候，大家忙着准备体育季活动的时候，男主他们这边又来了一个转校生原木智冬这个小妹子就是 OVA 动画里帮过男主的烧烤摊小妹，而这个烤肉妹正好与前一个转校生杨木毛村是曾经的闺蜜，现如今的冤家，所以这两人一见面就都亲了男主手背一口，说要发动圣战。在体育季的时候，他们要开烤肉摊比赛，一决雌雄，胜者将拥有支配男主给他们打工的权利。资本家看了都给流泪于是故事来到了第9卷，在第9卷中，男主发现了这个烤肉妹其实是个社恐，但男主却公开选择要帮烤肉妹原木同学，因为其他的妹子都被杨木提前请去参与了比赛。男主打算靠比赛胜利者对失败者可以发布绝对服从命令的这个条件，好对这些妹子们发布命令，让这些追求自己的妹子们不至于为了追求自己而毁掉了她们之间的闺蜜情。而仿佛看穿男主想法的女主三色井，此时竟然也选择站到了男主这边帮原木，但人数上原木还是比不过杨木他们，所以男主拜托了棒球部经理蒲公英去找一些棒球部的队员来帮忙参与经营。而蒲公英真的很靠谱，果不其然找来了棒
棒球部成员全部加入了杨牧的摊位帮忙去了就因为蒲公英这个大聪明把店名给记错了。好在后来男主求爷爷告奶奶，请来了山茶花以及樱原桃学姐来帮忙，这才让男主他们摊位的人数凑够了。而在摊位比赛时，原木果不其然社恐症犯了，逃跑不管店铺了。好在有一大堆商店街过来的商人们看在邻里关系上跑来帮忙，才没有让原木的比赛彻底完蛋。而男主和杨牧对，没错，竞争对手杨牧都跑来劝原木拿出勇气，不要退缩，这才让原木重拾回信心，主管摊位，保证了正常经营。最终在摊位的销售比赛中，原木赢了比赛。正当男主得意忘形时，要跟4个妹子说自己想要他们做的事情时，男主才发现自己的名字竟然被写在杨木摊位的申请表里面了。所以男主实际上打赌比赛输了，而坑男主的人就是三色井。原来三色井早就跟其他妹子们串通好了，要给男主一个必败的结局，所以杨牧他们打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认真比赛，就是为了输给原木，全在飙演技坑男主上套。此时赢了比赛的三色井带着学姐、青梅竹马、山茶花和新闻部的妹子，把男主堵在了停车场，让男主发誓在第2学期结束前必须向他们这些妹子给出一个交代，男主他到底喜欢哪个妹子。于是故事来到了第10卷，后面的故事内容就比较多了我这里简化讲了。眼下正好是要到举办学院季的时候，而学姐他们正好是学生会的成员，此时正忙着操办学院季的各种任务。结果有一帮妹子们对学生会规定社团活动的时间不满，趁机搞坏了学院季准备的灯饰，并栽赃说是学姐的疏忽，还造谣学姐是靠关系才当上学生会会长的。后来是在男主和三色井等人的协助之下，造谣说没了这些灯饰可能会取消学院季的一些活动，从而在学姐主动承认灯饰的问题是他们的责任，并调动了资金重新购买新灯饰后，大家都选择原谅了学姐，让学院季正常办下去。不过这一卷末，新闻部那个妹子羽利惠菜率先跟男主告了白，男主十分感动，然后彻底的拒绝了羽利惠菜，导致这个妹子成了炮灰，率先退出了争夺男主的比赛。到了第11卷，则讲述了在学院季期间，男主他们参加了各种好玩的活动。不过三色井又算计了男主，三色井不希望男主一直跟水管走向敌人一样，为了撮合他俩和好，三色井假装要跟水管参加学院季的情侣大挑战比赛。男主当时那个醋吃的呀，恨不得当场撕了水管。结果情侣大挑战比赛的报名的时候，三色井故意把男主跟水管写成了情侣，参加了这个比赛。而男主为了不让三色井跟水管有互动的机会，还就认可了这个安排，和水管一起比赛，并且最后他俩还拿到了第1名，关系上也彻底和好了。而在这一卷的结尾时，山茶花跟男主告了白，男主十分感动，于是男主跟山茶花的感情更进了一步。对，男主这个时候根本就没有拒绝山茶花。好家伙，羽利惠菜真的就是纯炮灰啊！到了第12卷，此时男主他们正好休学旅行去了札幌，虽然学姐他们比男主大，但是他们也自费跑来跟男主他们一起来玩了。结果男主在札幌正好遇到了小学时期暗恋的初恋香子花町。更要命的是这个香子花町跟男主的青梅竹马日向葵关系不和，所以香子花町主动跟男主示好，跟男主约会，故意恶心日向葵。不过后来男主看出了端倪，原来香子花町一直是在嫉妒日向葵，所以在男主的撮合之下，让日向葵和香子花町有了重归于好的机会。不过这一卷的结尾，男主跟追自己的这些妹子提出了原先约定要改一下，男主打算在第2学期结束时将约定改为只对其中一个人说我喜欢你，其他人则表示不再回应期待，以表示男主不会开后宫的决心，好让其他的妹子们不要再为男主他而破坏了闺蜜的感情。不过在约定的同时，几个妹子要求男主在宣布结果前要跟每一个妹子都单独约会一次，于是就到了第13卷，男主跟山茶花、三色井、日向葵以及学姐分别约了一次会，增进了彼此的感情。到了第14卷，男主挨个跟山茶花、日向葵、学姐发布了拒绝宣言，但却跟三色井告了白。本来男主跟三色井约好平安夜这一天出来约会的，结果平安夜的当天三色井却没有出现，取而代之的却是男主的初中同学红彩寺井。而且这个红彩寺告诉男主，他才是真正的三色井，他才是男主的恋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故事来到了第15卷才揭开了真相。原来小学时这个红彩寺井因为太漂亮了，老会被男生骚扰，被女生孤立，所以红彩寺井上了初中以后，故意改变了容貌，当了一个土妹
妹子隐藏在人群之中，并且他后来跟日向葵男主小桑等人成了好朋友。不过因为某次男主无意间夸了红彩寺景很强，啥事儿都一个人做，反而让红彩寺景喜欢上了男主。不过当时红彩寺景不知道该跟谁展露自己的心声，结果红彩寺景在图书馆时遇到了本作的女主三色月景子。红彩寺景发现三色月景子跟自己很类似，于是红彩寺景主动跟女主接近，并跟女主成了好闺蜜。在红彩寺景的教导之下，女主学会了如何改变自己的形象，并同时女主也知道了红彩寺景喜欢男主的事情。本作的女主一开始是觉得男主这个人很装，内心绝对是个小人，所以女主总帮着红彩寺景观察男主。可是红彩寺景并没有考上跟男主同一所高中，但女主却跟男主同校，所以某次借着这个关系，红彩寺打算去男主的学校参观一下。红彩寺景与女主和隔壁学校的牡丹一华过马路时被车撞了，红彩寺景为了保护女主，当场撞成了重伤不省人事。女主很是愧疚，所以女主后来想要撮合男主，有机会去与红彩寺见一面。但是相处之下，女主却慢慢的爱上了男主。偏偏这个时候红彩寺苏醒了过来，又找到了女主，女主更加愧疚了。于是女主主动消失，把三色景的外号还给了红彩寺景，并让男主跟红彩寺景交往。而男主原先周边的那些妹子也为了配合女主的夙愿，都说红彩寺景才是三色景，以确保男主跟红彩寺景能在一起。男主爱的毕竟是女主，但却不知道女主的下落，所以男主委曲求全，暂时跟红彩寺约会，来换取女主下落的消息。于是到了第16卷，男主用诚意解开了各种谜题，找到了女主所在的地方。而女主其实也早就喜欢上了男主，只不过是不想背叛闺蜜才突然消失的。在此时，男主向女主三色景再次告了白，两人最终跨过了千难万阻，走到了一起，成了男女朋友。最后三色景彻底黑化成了腹黑女孩，让男主舔鞋子的那种啊！两个人就这样每天拌着嘴过起了恩爱情侣的生活。顺带一提，一起被撞昏迷的那个牡丹一华其实是隔壁学校的棒球队经理，他本来是来男主他们学校打探情报的，结果一并被撞得不省人事。小说的第8卷就是讲的他的故事。牡丹一华被车撞了以后失忆了，导致创造了一个新的人格。新的人格比较逗逼啊，自称忍者，而且不知道自己的日记里面为什么对男主的基友太阳那么的关注。于是这个新人格跑来了男主他们的学校打探情报，结果从树上摔了下来，正好撞见了男主的基友。后来在相处之下，这个新人格和这个男主的基友发展出了感情，结果因为新人格跟老人格不同，导致同学们都开始疏远牡丹一华。新人格为了牡丹一华的人生不发生奇怪的改变，新人格打算主动消灭自己的存在，让老人格复苏。在自我毁灭之前，新人格写了一封信给了基友。后来牡丹一华带着信来找基友，男主的基友看完信以后感动哭得稀里哗啦。不过后来男主的这个基友又试着跟这个老人格的牡丹一华交往了，现如今基友已经是牡丹一华的男朋友了。小说的最后第17卷其实是个番外篇，讲了很多其他妹子们在此之前是如何跟男主相知相识并喜欢上男主的。故事中再一次确定了在正片故事的1年后的除夕，也就是女主三色景生日的那一天，男女主依旧是情侣，并恩爱的在跨年钟声中接了吻。全篇故事到这里正式的落下了帷幕。好了，以上就是大致的喜欢笨大爷的竟然就你一个的原作是咋完结的。各位看完有啥看法与想法呢？赶紧在评论区与我们分享吧。你还想知道哪部动漫原作是咋完结的？评论区留言告诉我，点赞越多更新越快，望大家多多点赞多多支持。